年薪100万的清华学霸只因长相不够帅气，相亲时就惨遭大专女模特嫌弃。本人看上去就是那种油腻的中年男人，跟我印象当中一点都不一样，所以还蛮失望的。可明明上一秒他还是一脸的谄媚，这个一会儿让他坐我边上好不好？虽然学霸一直谦虚地缓和着尴尬的气氛，可女模特却并不打算放过这难得的对人机会，直接贬低起了对方的衣品。对服装这一块会比较在意，对，我不喜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我都不喜欢。学霸不懂自己精心准备的正装哪里不合适，也不懂女模特莫名的自信和优越感从哪里而来，但自身的素养让他从始至终都表现得十分淡定。你继续说，我听。这可能是我跟他这辈子最唯一相处的30分钟，所以就说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男孩名叫扎迪，今年27岁，在北京有车有房，还是一家知名企业的咨询顾问。但由于平时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便想通过相亲来找到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伴侣。随后节目组便给他匹配了一位女生林静雯，今年24岁，大专学历的她除了身材容貌不错以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一件事就是在演唱会上公开 diss 前男友。虽然他长得丑，眼睛也瞎了，但是我还是想祝福他。我想点一首算什么男人给他。可显然扎迪并没有遇见过这样没有礼貌的女生，一边冷静地听她介绍着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情史，一边像看动物表演一样听她说着自己对另一半离谱的要求。就比如说她认为自己的衣品不错，所以谈恋爱时不管对方是否愿意都必须要穿她买的衣服。扎迪刚想表示两个人在一起应该互相尊重，不想就又被静雯2句话噎了回去。一个讲道理讲逻辑的人，就是我，因为我的职业原因是有时候不要跟女人讲道理。我明白。静雯的架势显然已经把这次相亲当成了与上层人之间的斗争。她坦言自己是跌落凡尘的天使，从16岁起家到中落后就开始为生活奔波。在感情中，她要求对方能够无条件的顺从，必须要给她提供安全感和情绪价值。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你哄女生一句话比你讲10句道理有用的多？你是我的男朋友，你能给我什么？你能给我讲什么人家不能给我讲的东西？扎迪对此却不太认同，他对待感情十分理性，不会直接否定别人，而是希望把对方往好的方面引领。他认为哄和说好话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甚至还会把两人推向更痛苦的深渊。感情本身就是一件很感性的事情了，如果你还不理性的话，他就会往一个收不住的方向去走。或许感情并不能成为扎迪的全部，可静雯每天的颜色却都要由感情决定。最后这场相亲的结果我们也可想而知。扎迪委婉地表示，可能是沟通方式的不同让两人聊不到一起，3观比5观更重要。而静雯却直言不讳的吐槽，我觉得刚才每一秒钟都让我窒息，特别喜欢给别人当人生导师，总觉得自己懂很多。可是我觉得他在生活当中，在感情当中一定是一个很冷酷很自私的人，甚至还给其他女生打起了预防针。经过扎迪之后，你会发现其他人真的好可爱啊。扎迪第2位约会的女嘉宾名叫郭阳，今年24岁，她是与静雯气场截然不同的女生，给人感觉独立中不失温柔。刚一见面，扎迪便主动谈起了自己的理想。虽然古典音乐的话题已经超越了郭阳的认知，可他仍耐心倾听。讲解后，扎迪细心地发现郭阳可能不太懂这些，便顺势询问起了对方的梦想。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听到郭阳的梦想如此朴实无华，扎迪也有些不可思议。原来郭阳是个有故事的女孩，她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养家，从四川到北京工作，可妈妈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她常常因为工作缺少对母亲的陪伴而感觉焦虑。因为我很想守护这个人，可是我拿起宝剑，我没有办法拥抱你；我放下宝剑，没有办法保护你。郭阳身上有着扎迪没有却向往的东西，就是对家庭的信念和责任感。随后，扎迪连忙转移到相对轻松的话题，用四川话和郭阳聊起了天。一番了解下来，他对眼前这个独立坚强的女孩很有好感。而郭阳也认为扎迪并不像别人口中那样的冷漠自私，相反是个温暖绅士的大男孩。不出意外，两人都被彼此表示了心动。交流以后发现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男嘉宾，他对安全感和对经济独立这件事情跟我的理解是一致的。感情本就是相互付出的过程，理解和尊重是与人交往的基础。曾经的伤痛不能成为你刺伤别人的理由，耐心与温暖才能换来对方的真诚相待。体制内的男生找对象有多难？90后公务员和大专女模特相亲，当听到他家里2代人都是铁饭碗时，女模特的脸瞬间拉了下来，眼神里也满是嫌弃。你知道吗？其实一提到公务员，我脑海里就蹦出2个字：无聊。这2个字给男生惊得愣在了原地，他大脑飞速运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职业会遭到女生的鄙视，随即就拿出一份报纸，上面是一篇有关他工作的报道。谁知女生淡淡看了一眼后就放了回去，然后就开始评价起了他的人生。可能你对未来30年、40年、50年，你的生活你就
一目了然了，你知道你未来几十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面对这样赤裸裸的贬低，男生并没有反驳，反而礼貌地解释说自己比较向往安稳的生活，现在还年轻，之后的上升空间还很大，每天朝九晚五，没有加班和被领导支配的烦恼，不仅有大把时间可以帮爱人分担琐事，还不用担心哪天会突然失业。可这样的日子在女生看来，除了无聊就只剩下穷了，不思进取的守着那份死工资，怎么能养得起她这样如花似玉的小仙女？毕竟凡人的生活她可是一点也过不了。从24年前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天空就闪过一道光，这个女孩子一定不是普通人。而她也确实是个有故事的女孩。静雯今年24岁，被前男友劈腿后就对异性有了新的认知，为了能尽快从情伤中走出来，她立志要找一个把自己当成公主捧在手心里的人。男生名叫方正，今年25岁，平时喜欢运动，父母也都在北京体制内工作。起初方正也被静雯漂亮大气的外貌所吸引，可女生只要张开嘴巴，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刀刃的感觉。是吗？真的是个老实人吗？是不是老实人？我要接下来对你了解之后才能做判断。随后静雯就从自己的短板入手，询问起对方为什么对另一半有学历要求。方正也委婉地表示这是父母的要求，目的是想找个素质和家庭都不错的女生，但他本人对这个并不看重，只要两个人聊得来就好。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进了静雯挖好的坑里。那你猜猜看我的学历？你这么问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大专，但是如果要是从正常角度猜的话，我肯定是猜本科。这一操作又把老实人整懵了，眼看方正还没有反应过来，静雯便开始乘胜追击，强调说自己也喜欢有才华的男生，可学历并不能代表能力，就比如方正的工作就容易让人产生惰性，事业成功的男生也不一定都是高学历，但一定有上进心，很明显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稍微把姿态放得随和一点，可能更容易跟人交往一些，也不要说打压你的职业怎么样，你否认我这个人，或者你找我这个性格啊或者什么毛病，但是你单纯对哪个职业不感兴趣，我觉得比较草率一些。静雯也凭一己之力把自己职业与学历的劣势拉了回来。我不喜欢公务员，也不喜欢公务员的生活。有人说锋芒毕露是人自卑时的本能反应，但攻击别人的同时也会露出自己的短板，无论是对方的优势还是劣势，我们都应该做到基本的尊重。这个故事让无数勇敢追爱的女孩直呼看到了自己。眼前用音乐治愈我们的文艺女孩名叫月儿，很难想象她曾是个组乐队玩摇滚还不服管教的朋克青年，如今30岁集性感和美貌于一身的她却迟迟找不到对象。为此妈妈不惜重金请来一桌子的大神，只为给女儿求一个好姻缘，求我的各路大神家庭心愿帮我实现，女儿找到她的知己高富帅才能完成。相比结婚，月儿更向往找到一个能够玩在一起的灵魂伴侣。可自从2年前亲眼见证了男友的背叛后，她便将自己包裹起来，不愿再轻易接受别人的追求。他妈说嫌我们租的房大，我想再大房子你儿子也就跟我分担一个月，还基本上就有钱了分点一个月2000，没钱了还都是我。直到这天送走了前男友留下的最后一件礼物，月儿才彻底放下那段不忠的感情，将鹦鹉和往事一起埋进土里后，她换上了许久未穿的短裙，和好友一起庆祝生日。一首歌曲纪念完自己苦涩的青春，步入30岁的她抱着好友失声痛哭。爱情那么珍贵，你可以不顾一切，你可以不问你有车有房，你的这种世俗所有的东西的瞬间，你觉得我只是因为我爱你，我这么纯粹的爱你，觉得那是最珍贵。突然有一个巴掌抽醒你，告诉你这是最不值钱的，这是在30岁之前教会我的。释放过后，月儿瞬间惊觉自己的世界里不能没有爱情，于是她便留恋在各种交友软件中，没几天就约到了一个喜欢小动物的猛男。对方不仅高大帅气，自由浪漫的性格也十分讨月儿欢心。拉起小提琴特别帅，像王子一样。有着共同爱好的两人聊得十分投机，随着暧昧气氛的烘托，猛男更是大胆地搂着月儿跳起了舞，他也渐渐地沦陷在对方的温柔乡里。令人没想到的是，休息的间隙，猛男扭头就搭上另一位性感的女孩，他没空理会满脸鄙夷离开的月儿，迫不及待地拉着女孩上演了一场默契的热舞。月儿独自在角落里伤神，仿佛回到了被劈腿的那天，可这还不足以让她放弃。接下来这个猛男的言论才彻底终止了两人的交往。一个男人见你，他的原始本能对你的对他的本能吸引力是什么？是性。真正喜欢这个女孩，你很快速得到她，这和
你很慢得到它没有什么区别。听到女儿身边有这样一个不靠谱的海王，妈妈也不禁感到焦虑。先是劝女儿尽快放弃，隔天又找来女儿最崇拜的姨妈来开导她。活了半生，妈妈最是清楚女人的辛苦和宿命，她不想女儿的婚姻成为一个枷锁，而是想把她交给一个真正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备受成功女性熏陶的月儿打开了心结，最后决定在猛男的护送下出国学习。拥抱告别后，她不舍得望着对方离开，不出意外，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其实特别向往这样的感觉，蓝天大海，音乐朋友，然后那自由自在。在这样只有快乐没有烦恼的乌托邦，月儿享受着难得的轻松。当看到一对情侣在朋友的祝福中求婚成功，她不禁湿润的眼眶中满是羡慕。月儿和其他女孩一样，在追求纯粹爱情的同时，又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没人能看到她的茫然和无助，只会无情地给她贴上大龄剩女的标签。可她依然坚持顶峰前行，不愿停下勇敢追爱的脚步。我国一直存在所谓的男光棍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口中说的3000万男光棍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提供的数据来看，2023年中国的男女比例为 104.5， 而且这个数据从1998年至今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按14亿人口来算的话，我国男性确实比女性多出将近3000万，但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数字其实是包括了所有年龄段的人口。对于20岁至40岁的适婚年龄人口来说，男性比女性仅仅多出1000多万人，所以我国有3000多万男光棍的说辞其实是子虚乌有的。相反，我国却出现了1亿剩女。让人疑惑的是，明明男性比女性多，为什么我国反倒多出1亿大龄剩女呢？原来这一切都是资本在作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按照人群消费能力排行，女人排在了第1位，排在后边的依次是孩子、老人和男人，甚至有恶搞说狗都比男人的消费指数高。资本瞄准了女人的消费市场，所以才有了大家口中所说的包治百病以及爱她就给她买钻石等等刺激女性消费的说辞。实际上这都是资本家的一种洗脑式宣传罢了。诸如此类的营销手段，还有中国各种稀奇古怪的节日。就拿情人节来说，过完自己家的七夕情人节还不够，还要过西方国家的214情人节，紧接着还有3月14的白色情人节，5月20的网络情人节，合着一年到头光情人节就要过4次。再说38妇女节，38节是为庆祝妇女在社会领域做出重要贡献而设立的节日，这本来也无可厚非，可妇女节被美化成女神节，难道不是资本刺激男人用钱来宠女人的工具吗？这也就算了，关键宠完女神还要宠少女，毕竟38前一天也被资本命名成了女生节。这些年资本在节日上玩的最大的伎俩，莫过于光棍节的双11大促销了，随后又有了双12和618。总之只要是刺激你消费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资本家做不到的。为什么资本要创造这些节日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过节只是一个理由和借口，核心的目的是为了让女性去花钱，从而让资本从中获取巨额的收益。我不排斥宠女性多一点，但凡事物极必反，对女性的过度宠爱只会被反噬成一种捧杀。很多女性开始在资本设定好的套路中迷失自我，尤其是在择偶过程中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动辄要求男方有车有房，彩礼100万，亦或者是存款7位数，月薪1万以上。当这些女性在提出对自己另一半的标准时，恐怕早已忘了自己只是月薪3000，相貌平平了。这种社会现象直接造成了女性单身人数的直线上升。短短10年时间，中国就出现了超过1亿的大龄剩女。在狼多肉少的大环境下，这些女生们想找到自己的归宿其实并不难，无奈自己的要求过于浮夸，最后只能落个大龄剩女的结果。看看这些大龄剩女的择偶标准，有几个男人你说你能接受？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咱们呢，先来看一段视频。今年呢39岁了，硕士研究生毕业，至今呢还没有任何的婚史，就是像我这样子比较优质的剩女。我呢至今还单身，其实呢也相过很多次的亲了，但是相亲一直失败，至今还单身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自己呢整体的条件都过于的优秀，找不到那个跟我相匹配的人，而自己呢也不愿意将就，所以呢就一直都这么单着。而且我发现周边的男士呢都特别的庸俗，他就是只看你的外貌跟你的年龄，他压根就不看你的内在。哪怕我学历再高，整体条件再优秀，就我已经39岁了，在婚恋市场上呢也已经失去了自己该有的价值，他们就把你贬低，统一称为剩女了。是我的彩礼必须要58万，很多人他觉得你的彩礼过高了，但是他们没有想过，父母从小到大把我养育成人花了多少钱，然后供我读大学，又供我读研究生，又花了多少钱，这相当于是长期的投资，那他肯定会要有回报的，你不可能说做那个亏本的生意，对不对？
其实过了30岁以后啊，媒人他经常就给我介绍一些二婚的、离异的、带娃的，这一点让我非常的反感。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变相的贬低。我是头婚，我就想要找一个头婚的，我不想要找一个什么二婚的、三婚的。你哪怕二婚，你也不能够带娃呀，是不是？我不想要无痛当妈，还是没有遇到那个适合的人。其实说不着急吧，是假的，心里面还是急的，因为毕竟已经39岁了。但是呢，你将就的话，你也不会幸福呀。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等待那个真命天子的到来。看完这女子奇葩的相亲言论，真的是让人对你避之不及。就算没有老婆呀，也不能找你这样的。就差1岁就要到40岁了，可是啊，自己啊还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还要无痛当妈，还要有58万的彩礼，还有等等一系列的要求，简直是让人目瞪口呆。你这是有想要结婚的打算吗？跟抢劫差不多，而且很明目张胆。这个年纪在我们农村结婚早的就要当奶奶了，真的是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和那么大的口气。你提的这些要求，男方都能答应你？如果男方有这么好的条件，还会要你吗？你把婚姻当做一场生意来往，不能吃亏，好处啊还要全部都是你的。你觉得自己是高学历、高文化、知识分子，各个方面都很优秀。那既然你自认为自己这么好，怎么到现在你还没有把自己给嫁出去呢？都快成了老姑娘了。就算退一万步来说，你找到了你心仪的另一半，可是结婚以后的各种开支和人情世故，你都能处理得来吗？能过好这一家人的生活吗？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对于你来说简直就是浪费，还不如农村的人明事理，竟然把婚姻当做一场交易。今年都39岁了，还在那里挑。我想说按照你的要求你还是继续等吧，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放弃。或许再过个39年，你就能如你所愿实现理想。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一定要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再结婚。大家觉得呢？